比特币假突破之后会怎么走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周线来看呢，我们可以有一种画法。那这种画法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也是群友他所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呢，我们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他所走的五浪呢是走成这样子的。好，这里是三浪结束，然后四浪、五浪结束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其实还是在走 A、B、C 的回调。那你可能会说，B 浪回调它超过了五浪的终点，这个是有可能的吗？这个还是有可能的。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走成一个这样子的 A、B、C 呢？如果说走成这样的话，那当然对于多头来说就会非常不利了。好，其实我们这种走法呢，从理论上来说，它其实是可行的，它并没有违反波浪理论的法则。那当然B 浪它也绝对没有限制说不能超过五浪，它超过五浪的终点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然，多数时候它是不会超过了，不过超过呢也是没有问题。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B 浪呢，如果我们一拉，我们可以发现它很完美的落在了1.618的位置。1.618呢，大概是36000吧，36200、36100。那我们在前几天呢，它确实就来到了这个价位。所以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呢，有这种走法。但我认为呢，如果我结合其他种分析方式的话，我认为这种走法呢，它就不太符合现实。你可以发现我们 B 浪的上涨呢，对比我们三浪甚至是一浪呢，它是很强劲的一段上涨，那它不应该出现在一段反弹当中的。所以我认为这种画法它是比较奇怪的。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走的这么长时间的箱体大家绝对不要小看我们这震荡了将近1年的时间了，210天，210天非常非常非常久7个多月左右，半年多一点半年多一点。那这半年的震荡呢，我们突破之后它应该就会发酵了，它必须发酵的。那你说这半年的震荡呢，这半年的酝酿，它不会只引发我们后面这么一小段的上涨，尤其我们在突破的时候呢，还是有带量的，甚至我们突破了非常重要、大家万众瞩目的3万到32000美金左右的这个阻力。那我认为呢，它是不会只涨到这个位置的。所以我认为这种画法呢是不对的。好，我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避浪当中，也就不是一个反弹。那当然，我们最终的上涨的终点呢，也不会只停留在36000。那我们从小级别来看，我们从4小时，我们可以发现，在4小时上呢 ，MACD 它又产生了一个背离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从昨天的假突破呢，当然有很多种分析方式但是假突破它一定是一个很不利于多头的事情很不利于多头。当然，假突破呢，它也会出现这种 MACD 的背离。你可以发现，我们的高峰呢下降了，快慢线的峰值下降，但是呢，我们的价格在创新高，那就可以表示此处的上涨呢，它已经是衰竭了，已经有在衰竭了。那这段衰竭呢，必须获得一定的调整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再次上攻。好，那我们来看我认为我们调整的形式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先走了一个 A， 然后 B， 然后 C。那当然了 ，C 它会到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抓1.618的地方我们抓618，那它大概是到31800吧，31800左右，或者说32000我认为即使到了31800，那它也极有可能是以插针的形式。那以目前来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这条线给画出来如果说这条线被跌破的话，我就认为它蛮有机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回调，然后直到我们落到，当然我们第一个目标位呢是在33000出头，33300、33400。那如果再往下的话呢，就是看到了32000左右那如果说能来的话，能到的话，我个人是一定会抄底现货的。当然了，我们这一波比较小的这种下跌，做不做这个可做可不做。但是我认为，如果说价格来到比较漂亮的价位的话呢，我个人是一定会再抄底进去的。那当然了，我们能不能来到比较低的这种回调的位置那要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跌破这个震荡的区域。那当然了，最优先的还是我们要先出这个区间这个区间必须先出，能出了之后，我们再来看说，它能到什么位置？那如果能到的话，我个人是一定会去抄底的。OK， 好，我们再到1小时，其实1小时有2个价位，我认为很值得我们现在标注起来。第一个价位呢，就是在34150，它前面产生过非常多次的支撑，你可以发现非常非常多次的支撑。那如果我们再看到更前面的位置的话呢，大概在33300、33400这个价位它还有一个支撑。那大概这2个价位，那如果能到的话，尤其是33000左右呢，我个人是一定会去抄底的。那再往下的话，我还会再去抄更多。那如果你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30的现金，而且这$30呢，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你不用交易，完全没关系。你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有$30的现金，然后你就直接提币走，对，那就是送的。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